这次去日本环球影城，不知道怎么规划吗？这支影片将从买票到实际入园，帮你把功课一次做足，再告诉你3个保证进入超级任天堂世界的方法，以及不买快速通关也能节省排队时间的技巧。影片最后再附上不绕路的一日游玩路线图。第一步，我们先来搞懂环球影城的浮动票价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淡季比较便宜，遇到廉价或是限定活动的时候，价格就会变贵。想要聪明避开人潮，请记得留意这几个重要时段：日本学校的毕业季与春假、黄金周、暑假，还有万圣节。所以记得在规划旅程时保留一点点弹性，然后对照票价日历，可以省下一些旅费。要多久前购买门票呢？门票通常提早2个月开卖。如果你想去的时段是热门旺季，请记得一定要提早购票。门票分为基本门票与选购票2种。首先是基本门票，这是一定要购买的入场券，有1日、1.5日跟2日券。其中1.5日券的规定是第一天下午3点进场，第2天可以玩一整天。建议大家可以把第一天当作暖身，下午进园先悠哉的逛商店，或是排一些人潮少的设施，第2天休息后再冲热门的活动设施，这样分批玩，体力的负担会小很多，适合有长辈或小孩的家庭。帮家人买票时，请特别留意有年龄区分，3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免费入园的，4到11岁请购买儿童票，65岁以上有长者票可以购买。大家结账前记得确认一下，千万别买错咯。再来是选购票，虽然不买也可以入园，但是如果预算许可，能大幅提升你的游玩品质。分为区域入场保证券和快速通关。区域入场保证券顾名思义，就是特定园区的入场门票。目前需要这张券的是最热门的超级任天堂世界。哈利波特园区现在已经全面开放自由进出，不需要这张保证券。快速通关最大的功能就是帮你省下游乐设施的排队时间，直接走快速通道。这边画个重点，如果你买的快速通关里面有包含超级任天堂世界的游乐设施，那这张票就会直接附赠区域入场保证券。顺带一提，如果你这次的旅程有安排大阪、京都、神户、奈良等景点，推荐购买关西乐享周游券豪华版，这张是关西旅游必备的神卡，可以选择7项你想要体验的活动，包含环球影城的门票以及快速通关。建议大家在挑选活动项目时，锁定这些组合，都是价值超过日币2500块以上，绝对回本。那要去哪里购买门票呢？虽然可以在环球影城的官网购票，但目前只有日文和英文的界面，可以当天早点去现场售票亭购票吗？入口处的售票亭已经停止服务咯，所以建议直接在台湾的旅游服务平台购买即可，比如像是 KKday， 这些平台都是有环球影城官方授权的，而且有中文的客服，可以放心购买。购票完成收到的 QR Code， 当天要先去排队兑换成实体票吗？答案是不用哦，这组 QR Code 就是你的门票正本。当天入园时，直接打开手机让工作人员扫描就可以进场咯。接下来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请先下载日本环球影城的官方 App， 有4个功能能帮助你在园区内游玩更顺利。1. 获得超级任天堂世界区域入场券。如果你没有购买快速通关，想进去最热门的超级任天堂世界，一进园就要赶快打开 App 抽区域入场券。详细的取票教学在影片后面有说明。2. 抽预约乘坐券，这是专门给带小孩家庭的贴心服务，限定在环球奇境儿童园区使用。用 App 预约好时间后，家长就可以带小朋友先去旁边拍照休息，时间到了再回去直接玩游乐设施。环球奇境这区有一个可以无限次开关的寄物柜，对于需要频繁拿奶粉、换尿布的家长来说非常方便。影片后面会跟大家讲位置在哪里。3. 掌握即时情报，园区很大， App 就是你的情报站，地图上会直接显示每个设施现在要排队多久。如果你看到哪个设施排队的时间很短，别犹豫，立刻冲过去。
同时也能随时查看游行跟表演的时间。4. 定位导航，不管是找厕所、找餐厅，还是特定口味的爆米花桶，直接开启 App 定位导航，能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如果想搜集超级任天堂世界5周年限定商品，记得把这3个地点加到我的最爱哦。前置作业完成，现在进入实战篇。前往环球影城有哪些交通方式呢？1. 电车，无论你从大阪梅田或是南波新拆桥出发，都会在西九条站转乘樱岛线，然后在环球城站下车。这里有个免转车的小技巧，如果你是从 JR 大阪站出发，可以特别留意看板写着往环球城方向的直达车，代表这班列车会直达园区，中途不用在西九条下车。出站之后，早上没吃早餐的，这边有 Seven， 前面有星巴克，还有劳森，这边顺着直直走进去就可以到环球影城了。2. 巴士，如果你是从关西机场过来，第一天要前往环球影城，在第一航厦的3号站牌有直达巴士，可以省去搬运行李转车的麻烦。3. 计程车，如果有多人分摊车资，想挑战最早入园，可以考虑这个方法。从新大阪出发，车资大约落在日币7200到9600之间，提供给大家参考。4. 走路，如果预算允许，推荐环球城车站周边的官方合作饭店，不用早起赶电车，走路几分钟就能回房间休息。相信大家来环球影城首要目标都是超级任天堂世界，所以接下来这段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告诉你3种保证入园的方法。1. 购买区域入场保证券或快速通关，如果你买的快速通关里面有包含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耀西冒险、东奇刚的疯狂矿车，那这张票就会直接附赠区域入场保证券，你只要在指定的预约时间前往就好，这是最保险的方式。2. App 取整理券，打开 App， 点击电子号码券，登录入场券，读取 QR Code， 或是选择从手机资料库读取 QR Code， 扫描成功后填入票券持有者的姓名。正式入园之后，请马上打开 App， 点击电子号码券，选区域入场号码券抽签券，取得电子号码券，选择超级任天堂世界，全选姓名，选择希望的时段，建议避开要看表演或是游行的时间，点击取得电子号码券即可完成。完成后记得马上截图备份。整理券是当天入园用 App 免费取得，先入园可以先领取，当整理券被抽完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改成抽选券，用抽签的方式取得。3. 提早排队，虽然官网会写营业时间，但通常会根据当天排队的人潮提早开门，建议比官方时间提早1.5到2个小时抵达门口排队。一入园后，快步走到超级任天堂世界，趁着刚开园，园区人潮还没满的时候，连整理券都不用抽，可以直接进场。这招是最省钱，但也最考验体力的早鸟入园法。入园前有一关安全检查，请一定要了解规定，才不会卡在门口耽误进场时间。大家最关心的，可以带食物进去吃吗？答案是不行的，禁止携带外食。不过不用担心，像是水壶、保特瓶装的饮料，或是小宝宝的副食品，这些是可以带进场的。另外帮大家整理几个常见的违禁品，比如超商的现冲咖啡，只要是盖子没办法完全转紧的饮料，还有自拍棒、脚架、行李推车跟空拍机，这些都无法带入场。安全检查时，请将你的水壶或保特瓶举高超过头部，走过金属探测门之后，工作人员也会再次确认水壶的内容物。听到不能携带外食，可能会有人想说，那我中午先走出去外面吃饱，下午再进来。提醒大家，除非你是购买年票，一般的门票无法重新入园哦。既然都难得来到日本环球影城，园区其实藏着许多好吃又好拍的美食，
等等也会告诉你最可爱的奇诺比奥咖啡店到底要怎么预约才能吃得到，所以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正式入园后，重头戏来啦！园区这么大，有哪些必玩的游乐设施呢？帮大家盘点几个高人气的代表作。首先，绝对是任天堂园区里的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以及最新的东奇刚的疯狂矿车。再来是哈利波特竞技之旅。如果你的心脏够大颗，千万别错过飞天翼龙跟好莱坞美梦乘车游。想走欢乐路线的，也有小小兵疯狂乘车游。除了游乐设施，还有白天气氛超嗨的主题游行。大家一定要记得打开前面教过的 App， 确认当天的演出时间。影片的最后，我们会帮大家规划游玩路线图，教你怎么玩才不会绕路，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不过，就算路线排得再顺，遇到热门设施，免不了还是得排队。接下来的2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节省排队时间，一定要学起来。1. 善用单人通道，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去餐厅吃饭时的并桌概念。比如，有的游乐设施一排座位是4个人，如果前面刚好是一家3口进去玩，空下了一个位子，工作人员就会优先让排在单人通道的人递补上去。每个游乐设施都有单人通道吗？目前支援单人通道的有这些设施，如果不建议短暂和朋友分开，建议多多利用。玩的当下好好享受，结束后再跟朋友分享讨论。如果你是带着小朋友的家庭，当然不可能让小朋友去排单人通道啦。除了找适合小朋友的游乐设施之外，还必须确认身高。有些游乐设施是有身高限制的，帮各位爸妈整理如下：未满122公分的小朋友需要有监护者陪同哦。那问题来了，如果遇到自己想乘坐，但小朋友身高不够时怎么办呢？环球影城有一个贴心的 Child Switch 服务，简单来说，可以让大人轮流玩游乐设施，而且不用重新排队。实际要怎么使用呢？1. 一起前往入口，告知工作人员使用 Child Switch。2. 工作人员会将大人分成2组，并发给你们一张交换卡。3. 第一组大人先去排队玩设施，第2组大人就带着小朋友在专属的休息区等候。4. 等第一组大人玩完回来交接照顾小孩后，把手上的交换卡拿给第2组大人，这时候第2组大人就可以直接走专属通道，不需要重新排队哦。接着直奔大家最期待的超级任天堂世界。我们刚才玩完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你觉得如何？很适合小朋友。这个赛车比较特别，我们无法控制赛车它要走的路线，3D 虚拟实景结合现场的轨道路线，我觉得很有趣耶。我在做赛车的路线上的时候，我看到旁边有颗柱子，你就按里面的遥控器发射龟壳打了之后，那个龟壳真的会撞到旁边柱子，然后再弹到另外一边，这点细节做得好厉害哦。他把现实之中的场景的一些实体物体融合在虚拟实境里面，那你可以看到你跟各个赛车之间的竞争，你会想去丢龟壳啊，或是一些障碍物去干扰它。童年啊，有玩过马里奥赛车的，这个是另外一种不同层次的体验。马里奥赛车真的是任天堂的经典，有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在雪地、在云上，或者是要打库巴挑战魔王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后面有一段在银河，那一段做得很好，因为旁边就变成是全黑的场景，你只看得到你视线的3D 模拟画面，整个人真的好像在银河上面飞耶。要怎么到东奇刚国度呢？我们进来任天堂园区之后，往下走一层，它就在耀西小吃岛的旁边，就可以进入东奇刚的国度了。这里有一排免费的寄物柜，是给你
要搭乘的时候使用的，所以它是免费的哦。我们刚刚玩完东奇刚的疯狂矿车了，视野非常的好，乘出去的感觉很像腾云驾雾的视野，看起来很可怕，但是玩起来不可怕，非常的刺激好玩。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来做做看。我自己也是还蛮怕坐云霄飞车的，不过这个体验非常的好，有快感又放松。玩的过程中不会让你一直持续紧张害怕，对，就连我们2个胆小鬼玩这个，我也觉得很 OK， 我好想再玩第2次。真的，这个设施是目前最热门的设施，建议大家来的时候，第一个先冲东奇刚的疯狂列车。东奇刚撞击圣代杯，很推荐大家点这个。为什么？因为它有附木桶杯，这个可以带回去收藏哎。这个回去装啤酒喝超有 feel 的。卖饮料就送你一个纪念品，好喝哎。这边有附这个是汤匙，我刚以为只是普通的纸板而已，没想到那么贴心哦。所以它这个也可以带回去哦。它这个设计很有巧思哦。东奇刚拿木桶撞碎的画面，前桶呈现散开的样子，上面有看到很多小星星的装饰，很可爱。下层是奶昔，上层是果昔，所以整杯吃起来不会腻。来到这边还可以吃 DK 狂野热狗，不得不说它的外形做的非常的狂野，有 power， 是酪梨加上起司酱。来，先尝一口啦。哇，你看，哇，好粗犷的感觉，吃下去一定会有满满饱足感。哇，好过瘾哦！好喜欢它香肠里面的内馅，非常香有嚼劲。上面啊有放玉米碎片，我们蘸一下它的酪梨酱。吃完香肠的软嫩之后，可以搭配玉米脆片的脆感，这个还蛮绝的，好吃。除了旁边的小吃摊之外，也很推荐大家来奇诺比奥咖啡厅里面用餐，因为里面的装潢真的非常的可爱。大家可以看我们上次的影片，就知道里面的装潢真的多特别，而且每一个菜色菜盘都布置的非常精美，不止好看，也还蛮好吃的哦。上次有点一个蘑菇浓汤，蘑菇的造型真的太可爱了。提醒大家一下，那餐点里面可爱的餐具可不可以带回家呢？达妹啊！近年来我发觉排队方式有非常大的改善，环球影城那边一直在推广用线上点餐的方式，因为我们上次在奇诺比奥咖啡厅排队等的时间还蛮长的。那现在的方式是，大家到咖啡厅外面可以先扫码 QR code 先点餐，点餐之后下一页会出现你可以预定餐厅用餐的时间，效率改善的非常多。你可以直接点完餐，时间到了再进来用餐就好了。如果今天快速通关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推最新的东奇刚的疯狂矿车。我自己是推哈利波特的竞技之旅，整个体感上体验是最好的，视觉特效呈现出来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点点更接近真实，有一点刺激，但是又不会太可怕。我觉得这2个其实都很适合小朋友玩。哈利波特的竞技之旅，因为它会有旋转体感跟角度，所以进去的时候会强制你身上的东西、包包啊，一定要放在置物柜里面，避免东西掉落。你转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啊，它会有怪物接近你，临场感是真的有哦。不同的角度你会觉得有不同的惊奇感呢。还会转到3D 虚拟实境的画面，穿越在空中，想象你是霍格华兹的学生，拿着魔法扫帚到处飞来飞去，很有趣。推荐大家看完游行之后就可以过来退税了。退税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越到晚上闭园的时候人潮会非常的多。那退税的地方就是你进场之后右手边，以及你要租借
轮椅或是婴儿车的地方。来退税的时候要消费在日币5500块以上，然后带收据证件及你的护照。那有一些不符合免税条件的东西是不能退税的。第一个要先把你所有的东西先交给投诉人员。第二步要给今天的购买收据，还有你的护照。退税之后，东西会被打包在一个袋子里面，在日本还没有回去之前是不能打开的哦。退税完之后，东西要放哪里呢？其实往前面走就有一整排的寄物柜，像你买了很多东西，可以放在那种小型的寄物柜就可以了。假如你身上没有零钱的话，也不用担心，旁边有一台兑币机。进场之后，右手边我们现在在的这一区都是小型的寄物柜，要在更大型的寄物柜是在进园的外面，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入场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次出场了，除非是年票才可以多次进出入园。另一种当天无限次开关的寄物柜，在环球奇境的粉色 Kitty 建筑内，使用结束后按旁边的按钮，旁边也设有尿布台，是亲子出游的好帮手。大家最关心的一整天的游玩路线要怎么排才不会绕路呢？首先一入园前往超级任天堂世界，排最新的东奇刚的疯狂矿车，在奇诺比奥咖啡店扫描 QR Code 预约用餐时段，趁等待的空档去玩马里奥赛车库巴的挑战书。用餐完毕后，选择看白天的游行或是水世界，接着往门口方向移动，来到好莱坞区域，搭乘好莱坞美梦乘车游，以及大部分的期间限定设施也都集中在这一区。顺便前往退税柜台，并且寄放购买的战利品，前往小小兵乐园，搭乘小小兵疯狂乘车游，再去隔壁的侏罗纪公园挑战刺激的飞天翼龙。如果中午错过了水世界，下午通常还会有场次哦。接近傍晚时，前往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点灯后的魔法村庄更有氛围。而且哈利波特竞技之旅是室内设施，不用担心外面的光线或天气。提醒小玩家们，计划赶不上变化，大家心中一定要排好优先顺序，把最想玩的设施摆第一。即使不如预期，也别让行程表绑架你的快乐。在环球影城，你的笑容才是最重要的通关密码。环球影城的门票很推荐大家使用关西乐享周游券豪华版，这张券是你来关西我觉得非常厉害的神券，因为你会去很多的景点嘛。那其中最棒的就是它可以选环球影城的入场券，购买的链接我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